之前3、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开发商们纷纷涌入这些城市，兴建大量新楼盘，试图捕捉居民购房需求的无限商机。然而，伴随着产业人口外流、经济低迷和政策调控的影响，这些曾经的房地产热土，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数百城市拼命买房补救命，当前的形势已经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。为了止住市场暴跌，2022年就有数百个3、4线城市不得不启动购房补贴计划，试图以此重振市场信心。即便到了2024年，购房补贴仍被广泛视为挽救3、4线房市的主要手段。漯河市甚至宣布将为购房者提供相当于契税 50% 的现金补贴，单套上限高达2万元。云南省丽江古城区的政策则更加复杂精细，除了提供 50% 的契税返还外，还根据生育情况设置了不同补贴层级，3孩家庭最高可获3万元补贴。土豪日照市和义乌市的购房优惠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。日照为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实实在在的8折优惠，义乌市则对首次购房者补助高达每平米1000元，上限350万元。这两个城市也被认为是全国购房补贴力度最大的代表，曾经被视为中产阶级购房的首选，如今却沦为政府买房补救命的城市。3、4线房地产的颓势可见一斑。房价暴跌，商品房交易市场陷入低迷。这些城市频频出台购房补贴政策，其根源正是房价的暴跌和市场的低迷。以日照市为例，2023年该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只有 89.69 亿元，同比大跌 27.5%， 相比2019年高峰期更是锐减了60%多。至于商品房的成交情况，尽管官方已停止公布，但从2022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，当时的网签面积仅 69.43 万平方米，相较往年同期已出现了明显的下滑。义乌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，去年该市的土地销售收入 154.33 亿元，同比下降 23.03%。新房成交量更是骤降 10.18% 至 80.22 万平方米，使得去化周期高达 31.2 个月，远远超过了安全警戒线。在全国范围内，202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也出现了双双下滑的情况，分别降至 11.17 亿平方米和 11.66 万亿元，再次印证了整个房地产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。3线城市死城指日可待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跌大潮中，3、4线城市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2023年3、4线城市样本的月度成交面积同比暴跌 11.4%， 到第4季度更是降至 26.2% 的高位，在所有城市层级中遥遥领跑。这种跌势之烈不禁让人担忧，这些城市是否也将步上鹤岗化的不归路。产业人口流失、经济低迷、政策偏差是导致3、4线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根本原因。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显示，3、4线城市正在经历一场人口外流的洪流。2023年，全国人口锐减208万，通缩城市所涵盖的范围和深度更是加剧。在公布人口数据的140个城市中，有75个城市人口持续减少。更为夸张的是，在2022年，竟然有156个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。这种人口流失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向省会城市的集中。以四川为例，成都一座城市的 GDP 就占了全省1/3以上，是绵阳的 5.7 倍。安徽省会合肥的经济首位度更是高达 26.9%， 是芜湖的 2.7 倍。在资源一级一级向上级城市集中的大背景下，3、4线城市无论是在教育、医疗还是交通等公共设施方面，都与省会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。
这种差距加剧了居民的逃离意愿，绣花枕头终将现原形。过去一个时期，3、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在靠政策运作生存，暂时掩盖了其内在的虚弱。曾几何时，一些小县城如义乌、诸暨、山下湖，通过特色产业的发展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，房价一度走牛，被视为楼市的避风港。但实际上，在总体人口负增长的大环境下，哪怕一些依托单一产业暂时支撑起来的小城市房价，也很难永远持续其坚挺趋势，迟早会现出其内在的颓势。更何况，根据住建部的数据，中国的居住建筑不下4亿栋，却只占全球 20% 的人口。这种极度失衡的住房供需关系，早已预示着市场过剩的现状，也从侧面说明了3、4线城市所面临的巨大库存压力。站在当下的角度来看，无论是人口萎缩、产业外流，还是失衡的供需结构，3、4线城市都早已命若垂露。补贴政策不过是一剂镇痛药，暂时缓解了病症，却无法根治这场大邪。未来的3、4线城市房地产注定将陷入长期低迷甚至崩溃的境地。破产的开发商、烂尾的楼盘、荒芜的街区将可能成为常态，这些曾经引以为豪的城市也将日趋死城。这不啻是中国传统的围城文化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役，而这出剧本的结局注定将是一场凄惨的溃败。千城万户闹房地产陷阱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当前3、4线城市房地产的颓势并非个例，而是必然的结果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城市，房地产业应运而生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各地政府将房地产视为增加财政收入和 GDP 贡献的重要手段，导致了房住不炒的号召在现实中名存实亡。在利益的驱使下，各级政府纷纷通过放松政策、提供土地等方式，为开发商大举兴建楼盘创造条件。那一度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安身立命的中国梦，在这一轮轮政策炒作下，变成了投机者和开发商的暴富梦。一时间，3、4线城市的房价在刚需和投资需求的双重推动下遭到疯狂炒作，吸引了大量外地资本和人口涌入。然而，这种虚火过旺的繁荣并未真正改变这些城市的产业实力和发展潜力，反而加重了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。当房地产泡沫终于在监管政策的大浪淘沙下不攻自破，这些城市就陷入了困境。地方政府既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，又面临大批非地投资者的撤离，加之本地居民的外流，房地产市场自然陷入了苦困的境地。那些曾被视为香饽饽的热点楼盘，如今已成为沉重的包袱。开发商为了止损出逃，楼盘被抛弃后或积压成为烂尾，居民被资金链断裂的开发商拖累，交了全款也换不来安居乐业，就连政府也陷入了财政困境，难以为继续维持基建提供资金。这一幕幕场景在3、4线城市中已是常态。然而，更加残酷的是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城市加入这一死城的行列。许多外界评论将当前的局面归咎于监管过度，向开发商铁腕政策的不合理。但从本质来看，房地产业已成为一颗无法驱除的毒瘤，将会肆意蔓延。除非从根本上刹住开发商的投机冲动，扭转地方政府仅仅追求短期规模利益的旧模式，否则这场灾难仍将持续下去。之前，美国的次贷危机让全球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而如今，中国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紧急时刻。一旦爆发，其影响将远超次贷危机，并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。3、4线城市的困境不过是所有后果的一个缩影而已。